大家好，我是心怡。身处网络时代，任何学习都变得快捷方便。那为什么我还要锅碗瓢盆的一大堆来自己折腾呢？目的就是要问为什么，找到其中的原因。而这个视频就是要在原因中总结规律，懂得了规律和道理，才有可能随心所欲。这是我的目标，是不是也是你的？我的3个葱油饼视频就是这样走过了3个阶段。当然，任何学习都是阶梯性的，所以即使进步很多，饱了口福，还是要敞开心扉继续学习。如果你已经看过我的系列视频，那我们就一起总结一下规律。如果还没有，可以去看一下。面团的形成就是因为面粉中的淀粉和蛋白质都爱喝水，并且随着水温的变化而变化。用室温水来和面，淀粉不膨胀不糊化，保持颗粒状，蛋白质不热变，并且大量的吸水。这时候蛋白质形成致密的网络，把其他物质紧紧地包裹住。面团的特性就是筋性好，韧性强，劲也大，这就是大多数人说的死面或者呆面。但是它明明既不死又不呆，所以我喜欢用它的学名冷水面团。随着水温的升高，面团的性质开始变化。50摄氏度时，轮到了淀粉开始大量的吸收水分，不断膨胀，走向了圆鼓鼓。而蛋白质遇热开始发晕，吸水性降低，精力也受到限制，这就是温水面团。水温继续升高，达到70度时，淀粉大量吸收水分，不但膨胀，而且开始糊化。因为糊化就会产生粘性。可怜的蛋白质已经在水深火热中开始变性，随着水温的继续升高，产生精力的能力越发下降，直至消失。这也让我意识到，热水面团和温水面团一样，都是一个渐变的过程。用70-80度的热水和面，或者用100度的沸水和面，面团的性质还是有差异的。水温越高，面团的粘度越大，塑性好，特别适合蒸或者是煎，容易熟也容易消化。而它的口感是软糯的、香脆的，皮没有嚼劲，馅也不漏汤。水温的不同使面团形成不同的性质，而水量和面粉的比例则形成面团不同的形状。水量越少，面团越硬，耐煮又筋道；水量越多，面团则越软，吃起来 QQ 有韧性，又能拉伸有延展性。面团的规律理顺了，现在再把面食对号入座。手擀面，如果你希望嚼劲大又耐煮，是不是水就要少放一些？如果你希望嚼起来不要那么费劲，那你也可以水不要那么少。但因为它的制作特色需要擀薄切小，所以无论如何你都需要擀一个硬面团。水和面团，水分占面粉的50%就是居中，那这个面团水分就要减少。同样的道理，馄饨讲究皮薄馅大，皮要耐煮，那水量也要减少。所以除非是新鲜做的，不然买的馄饨皮都是要蘸水包的。做抻面、扯面讲究的就是延展性，容易拉伸，所以我们就要多用一些水。那春卷皮的韧性更强，拉得非常薄非常稀，那就要加很多水。水饺皮是个事半功倍的美食，又有一定的嚼劲，又有一定的韧性，所以正好居中。为了保证这些面食的嚼劲和韧性，就要把水温控制在30摄氏度以下。记得吗？因为有嚼劲有韧性，靠的就是蛋白质的筋性。所以呢，为了你的口感和蛋白质的健康，水温就不能高。再来看下一组，春饼、夏饼、秋饼、冬饼合在一起就是荷叶饼。如果你要吃它的软糯不漏汤汁，那就用烫面。如果你希望它有一些嚼劲有一些韧劲，那就把水温降低，水量减少。好吃的锅贴，皮煎得脆脆的，没有嚼劲也不漏汤，那肯定就是要用热水来和面。而且如果你希望它的底是厚厚脆脆的，那你的水温就要提高，或者索性用100度的烫面。烧麦、蒸饺都是同样的道理，
水温越高，吸水量越大，面团也越软。炸糕我还没有做过，但据说它的水量特别大。为什么这些面食的水量都那么多？因为面粉中的淀粉特别多，通常占到60-70%。遇到热水，淀粉都特别高兴，大家都要抢水喝。所以呢，面团吃水，体积也明显扩大。然而，一切的美好似乎和蛋白质都没发生关系，但它的牺牲让我们吃到了松脆软糯的口感。所以呢，用热水面团做的锅贴是松脆的，而且不漏汤，而用冷水面团做的煎饺却是有嚼劲的。小麦面粉在所有的谷类是最神奇的，因为水温和水量的变化就可以变化无穷。再来看一组。饼的做法千变万化，但总的来说口感居中。50度到70度，淀粉开始膨胀，但并没有糊化。蛋白质受到一定的限制，但仍然保持一定的嚼劲和韧性。做花色的一品饺就可以用到温水面团。至于葱油饼，那做法太多了，每个人都可以找自己的口感。如果你喜欢少油松软的口感，可以降低水温，提高水量，用烙的方式半煎半蒸来做。如果你喜欢又薄又脆的口感，那就提高水温，增加水量来揉面。海派葱油饼和馅饼都需要很强的延展性和韧性，所以水量就要增加。因为葱油饼有一定的厚度，所以水温不能太烫，不然的话会粘牙。水温也不能太低，不然面团会发硬。而水量要偏多，这样才会软。最后再来一组面食，它们的共性就是用的发面。酵母是活性的，最佳水温就是25到28度，而且酵母也是要喝水的，所以居中的水量增加到60%。如果你喜欢有嚼劲的口感，那水量就要小于60%。如果你喜欢嚼劲大大的，吃起来又结实，那水量就要更少。很多人也喜欢吃松软的馒头，那就把水量增加。包子、花卷、银丝卷都是这种松软的口感。说完水温和水量，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揉面。都说揉面很重要，但为什么要揉面呢？这个花头就出在蛋白质。蛋白质中的麦谷蛋白负责延展性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擀面、拉面，把它拉长。而麦胶蛋白负责弹性，这样能拉出去，还能拉回来。当我们开始揉啊揉面的时候，两种蛋白重新组合，形成了面筋蛋白质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面筋的排列是有次序的，所以在揉面的时候要顺着它。当粘弹性都具备，达到平衡的时候，揉面就达到了三光，面团也特别漂亮。所以呢，面筋是靠揉打出来的，这也是面团的结构，是它的 DNA。 我们都知道揉面很重要，但揉面也很辛苦。在水和面团中，水量占到40%到60%的时候，揉面相对比较轻松。很烫的面，因为蛋白质已经失去筋性，所以也不需要揉。而发面面团的水量比较多，它的舒适区就在50%到70%。而且还要注意的是，发面不能用死力来揉，要用巧力。那在舒适区以外的面团，怎么样来揉才能够既有效又省力呢？用春卷皮举例，就可以用呛水法。在舒适区的最湿端揉一个冷水面团，再逐次加入冷水把它揣进去。而在舒适区揉一个比较干的面团，在面团起了筋性后，或者是发酵完毕后，再加入干面粉，这就是呛面法。正宗的呛面法能做出很结实的馒头，但是呛粉的过程非常辛苦。如果你和我一样，并不是很在意太结实的口感，一个省力的方法就是在揉一个个小馒头的时候，不停地加入干粉，揉啊揉，揉啊揉。同样的道理，在做手擀面、馄饨皮或者是包子的时候，
揉面的时候加入的干粉其实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炝面。最后我们来说温水和热水舒适区外的面团。传统的做法就是直接加沸水的汤面，它的优点就是比较方便，但是它的缺点就是揉面比较辛苦。如果你常常做到这样的面团，就有一个简易的方法，我叫它烫种法，就是把1:1的沸水和中筋面粉充分混合，分成100克100克的小包放在冰箱里。如果希望放的时间长于2天，那就放在冰库里。汤种回到室温后，再揉入舒适区里的面团，那揉面特别方便，而且湿度大大增加。它的目的就是增加软和糯。最后有一件很神奇的事情，你能想出又干又热的面团可以做什么吗？视频已经做得很长，哪里没有说清楚，下次再来补。谢谢，也祝大家在做面食的时候找到更多的快乐。